朋友们好，咱们今天讲的这件事不仅关乎着老百姓的钱袋子，更直接撕开了大国博弈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遮羞布。4月28日，中东地界上扔出了一枚真正的震撼弹，阿联酋正式对外宣布，从5月1日起，阿联酋将全面退出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并且连带着把那个带着俄罗斯的欧佩克家也一脚给踹了。这消息一出来，国际原油市场立刻掀起巨浪，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都跟着上蹿下跳。但是更有意思的风景却在神州大地的局域网里。大家如果去翻翻国内的各大门户网站，网易啊、新浪啊、搜狐啊，还有那些热血沸腾的公众号，标题是一个比一个惊悚，一个比一个提气。什么引爆金融核弹，人民币砍出致命一刀，什么阿联酋退群，石油美元霸权终结，还有更直接的，说阿布扎比王储刚从北京满载而归，转身就砸了美国的饭碗，石油人民币一统江湖的时代到来了。看这架势，小粉红们简直是在敲锣打鼓，张灯结彩，仿佛美元明天就要变成废纸，人民币马上就要成为全球硬通货，中南海那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随便挥挥手，中东的土豪们就纳头便拜，把美国的霸权给连根拔起了。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出大戏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不足为外人道的残酷真相？今天江峰就带大家去看看，到底谁是赢家，谁被当成了枪使。咱们先来看看国内这股邪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要说中共宣传系统带节奏的本事，那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就在10多天前，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大家知道，阿联酋虽然是由7个酋长国组成的，迪拜名气最大，但真正手握重金，家里地下全是黑金石油的是阿布扎比。这位王储跑来北京，签了24项合作大单，从新能源到数字经济，从基础建设到主权基金重组，可谓是风光无限。国内媒体当时就大肆炒作，说这是中东土豪要跟中国深度捆绑，要抛弃西方了。紧接着，也就是第二件事，28日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欧佩克。中共的宣传口子一看，哎呦，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极品素材，立刻下令各大媒体火力全开，把这两件事死死地绑在一起。他们给老百姓灌输的逻辑是，你看王储刚去拜见了咱们龙椅上那位，回去之后立刻胆气大增，敢于跟旧能源秩序掀桌子了。这说明阿联酋要改换门庭了，要把原本用来结算石油的美元一脚踢开，全面拥抱人民币了。以后中东的石油全得听咱们的。这种宏大叙事极其符合中共近年来一直鼓吹的东升西降的主旋律。老百姓在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外资撤离的苦闷日子里憋得太久了，突然听到这么一出万国来朝、大败美帝的戏码，网上一片沸腾。很多人连欧佩克到底是干嘛的，阿联酋每天产多少油都不知道，就跟着高呼祖国强大了。但问题是，只要稍微懂点国际政治和金融常识的人，看着这种宣传都会觉得哭笑不得，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人民币的伟大胜利，这恰恰是中东土豪玩弄大国平衡术的巅峰之作。为什么？江峰把这层窗户纸要是捅破了，那包子的脸皮可就真的挂不住了。在揭开阿联酋在华盛顿的敲诈内幕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个能帮我们保持头脑清醒、精力充沛的好物——普瑞堂黑参。每天看这些纷繁复杂的国际大戏和中共内斗，没有好精力可不行。普瑞堂黑参采用顶级人参，经过9蒸9晒的传统工艺精制而成，非常适合咱们日常保养，能有效缓解疲劳，补充元气，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购买，结账时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超值福利，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好了，咱们接着聊。让我们把视线从乌烟瘴气的中共大内宣
转移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王储回国之后，在宣布退群之前，阿联酋的央行行长急匆匆地带着人马飞到了美国，走进了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大门。他们去干什么？去要饭吗？当然不是。阿布扎比主权基金富可敌国，手里捏着1万多亿美元的资产，外汇储备也是盆满钵满。他们这次去华盛顿是去跟川普政府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联储的官员们谈一笔交易，确切地说是去伸手要一个平时只有美国的核心朋友圈，比如英国、日本、欧盟才能拿到的特权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所谓跟美联储的货币互换，就是在危机时刻，美联储可以直接给你提供美元的流动性支持，保证你的金融体系不会因为缺美元而崩盘。阿联酋的货币迪拉姆是跟美元挂钩的，最近因为中东战火连天，资本避险情绪严重，资金往外跑，阿联酋觉得自家的汇率防线有点吃紧，需要美国老大哥给个定心丸。那么阿联酋人是怎么在谈判桌上跟美国人开口的呢？这时候北京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阿联酋官员非常直白地暗示美国人，大哥，现在我们这儿局势很不稳，要是你们不赶紧给我们提供这笔美元支持，我们手里要是没美元了，那以后卖石油做生意说不定就只能被迫去找中国人用人民币来结算了啊！大家听听，这哪里是什么主动拥抱人民币，这分明是拿改用人民币当成一封敲诈勒索的恐吓信，直接拍在了川普政府的办公桌上。阿联酋人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了，我可是你中东最铁的盟友之一，你总不想看着我投入北京的怀抱吧？那就痛快点，把200亿的额度给我批了。川普是个什么人？他能看不透阿联酋这点小心思。川普当然知道阿联酋有着美国在中东极其关键的空军基地，是 F-35 等先进武器的超级买家，双方在军事情报上的合作深不见底。阿联酋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绝对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真的全面倒向中共，动摇石油美元的根基。但是川普也明白，这个时候如果不给阿联酋一点甜头，把这个盟友紧紧拴在自己的战车上，确实会给中共留下可乘之机。所以川普政府释放出的信号是正在考虑给予阿联酋金融支持。这一拉一打之间，阿联酋的目的达到了，既拿到了或者即将拿到美国的金融安全伞，又在表面上维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强人形象。包子还真以为人家王储来北京是来磕头认大哥的，大张旗鼓地签了一堆协议，又是储能又是氢能，不仅没有换来人民币在中东的实质性霸权地位，反而成了人家阿联酋拿去华盛顿邀功要价的政治筹码。既然阿联酋不是为了中共退群，那他到底为什么退出自己待了将近60年的欧佩克呢？要讲清楚这个，咱们得稍微挖一挖欧佩克这个老牌垄断组织的老底。欧佩克自打上世纪60年代成立以来，在外界看来一直是个呼风唤雨的庞然大物。70年代的石油禁运更是让西方世界吃尽了苦头，奠定了它全球能源霸主的基础。但是这个组织从骨子里就是个各怀鬼胎、同床异梦的塑料兄弟会。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为了联合垄断、减产保价，多赚点钱。可一旦涉及到每个人具体的产油配额，那就是赤裸裸的狗咬狗了。阿联酋作为欧佩克里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的第3大产油国，肚子里的委屈早就憋得装不下了。最近这几年，阿联酋真金白银的砸了1500亿美元进去，疯狂的扩充自己的石油产能。在阿布扎比的计划里，他们要把每天的产能从340万桶提升到500万桶。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新能源转型的趋势大家都能看到，中东土豪们心里跟明镜似的，地下这些黑金如果现在不赶紧挖出来卖掉，换成发展高科技和旅游业的本钱，再过20-30年可能就真的只配留在地底下当化石了。可是欧佩克的规矩是什么？是大家要服从沙特这个老大哥的指挥。沙特这几年为了维持自己国内庞大的财政开支，死命的想要保住高油价，所以天天逼着大家减产。沙特自己减，也要求阿联酋跟着减。阿联酋一听就炸毛了，
老子花了上千亿美元打出来的油井，现在你让我盖上盖子不许抽，这不等于让我捧着金饭碗讨饭吗？配额问题是阿联酋和沙特之间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而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彻底引爆阿联酋退群决心的是极其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进行中的中东大战。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大背景，当下美国、以色列正在对伊朗进行极其严厉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伊朗为了报复，彻底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1/5的海运石油被堵在了波斯湾出不来。在这个过程中，伊朗那帮疯狂的毛拉们把气撒在了海湾阿拉伯国家身上，阿联酋首当其冲，被伊朗发射了2800多枚无人机和导弹狂轰滥炸。这是什么概念？阿联酋挨的炸比以色列还多。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阿联酋转头一看，那些昔日在欧佩克里称兄道弟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反应那叫一个暧昧和软弱，不仅没有挺身而出帮阿联酋出头，反而一个个躲在后面想明哲保身。反倒是美国和以色列在防空系统和军事拦截上给了阿联酋实打实的帮助。在阿布扎比的掌权者看来，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留在欧佩克不仅钱赚不到，还要被沙特压制。面对伊朗的威胁，欧佩克这帮兄弟根本靠不住。既然如此，我还陪你们玩什么？阿联酋拥有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输油管道，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势。现在退群意味着阿联酋彻底挣脱了沙特的枷锁，老子想采多少就采多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趁着现在天下大乱，油价高企，赶紧把自家的产能拉满，大把大把的赚美元，不香吗？所以阿联酋的退群完完全全是出于极致的国家利益考量，是长期经济矛盾和短期战争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揭开的是阿拉伯世界内部深刻的裂痕，而不是什么向东方靠拢的虚幻泡沫。如果说阿联酋退群，沙特是灰头土脸，中共是被当了枪使，那么谁在睡梦中都能笑出声来？毫无疑问是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川普。咱们必须要理清一个最基本的国际政治常识，凡是让川普和美国政府真正获利、真正高兴的事情，对于那位成天想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来说，就绝对不可能是好事。中共的宣传机器再怎么舌灿莲花，也改变不了这个底层的零和博弈逻辑。川普一直以来最痛恨的是什么？就是欧佩克这个能源卡特尔。在他看来，欧佩克通过人为操纵产量来抬高油价，就是在敲诈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就是在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打破欧佩克的垄断，一直历届美国总统梦寐以求但却很难做到的事情，现在好了，不需要美国动用军事力量去打砸抢，欧佩克内部自己就崩了一个大角。阿联酋作为核心成员，第3大产油国，不仅退出了，还扬言要大规模增加产量。大家想想看，一旦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解除，阿联酋这每天新增的100多万桶原油砸向市场，全球油价的下行压力会有多大？这对美国这个如今已经拥有庞大页岩油产能且急需降低国内通胀的经济体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更深层面的战略意义在于，阿联酋的这次退群被华盛顿的智库和政策圈一致解读为阿联酋正在疏远由阿拉伯国家主导的传统联盟，转而更加紧密地将自己与美国绑定。为什么？因为阿联酋离开了欧佩克的集体保护伞，在面对伊朗这样如狼似虎的邻居时，他唯一能依靠的绝对安全保障只有驻扎在中东的美军。这就等于是川普不费一兵一卒，不仅瓦解了长期钳制美国的能源垄断组织，还顺手把中东最具经济活力和军事潜力的土豪国家更加死心塌地收编到了自己的麾下。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大国战略胜利。反观中南海那位呢，他这几年在全世界到处大撒币，搞什么全球安全倡议，妄图在中东扮演和平使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他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一些小情绪，把他们拉拢过来，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以此来挖美元的墙角，建立一个由中共主导的反美阵营。结果怎么样？阿联酋用实际行动狠狠扇了中南海一记响亮的耳光。塔尖上那位苦心孤诣、砸下重金布下的中东大旗，不仅连个响都没听见，反而成了别人眼里的冤大头和接盘侠。这怎么能不让中共高层感到彻骨的寒意？如果说阿联酋的背刺只是让中共觉得丢了面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两件事，则是直接动了中南海的战略根基。我们看看阿联酋退群这把大火究竟烧到了谁的屁股？答案很残酷，这把火不偏不倚，正正好好的把包子在国际上最倚重的两个好哥们儿、铁杆盟友伊朗和俄罗斯给放在了烧烤架上。先说中东的地头蛇，中共在海湾地区对抗美国最核心的打手伊朗。在这个节骨眼上，伊朗正在经历一场惨绝人寰的经济与社会崩盘。川普政府的手段是非常毒辣的。面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流氓行径，川普没有选择那种耗时耗力的全面地面战争，而是直接下令对伊朗的港口和经济命脉进行长期的、无限期的严密封锁。用美国官人的话说，这是要把伊朗的国库彻底抽干。效果如何呢？简直是立竿见影的毁灭性打击。由于战争和封锁，伊朗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直接失去了工作，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一夜之间倒退了几十年。伊朗官方虽然拼命掩盖，但连他们中央银行的数据都捂不住了。截止到今年4月中旬，伊朗的通货膨胀率飙升到了骇人听闻的 67%， 这意味着老百姓手里的钱变成了废纸。伊朗的本币里亚尔在黑市上已经跌穿了地心，达到了18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恐怖记录。普通老百姓去市场上买肉，1磅肉要花掉相当于3.6美元的钱，而伊朗现在的最低工资1个月才区130美元，辛苦劳作1个月，连40磅肉都买不起，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不仅如此，由于遭到了美以的联合打击，伊朗国内的大量港口、公路、炼钢厂、石化厂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战后重建需要天文数字的2700亿美元，而伊朗去年的 GDP 总共才多少？3000多亿。国家税入几乎枯竭，原本指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偷偷卖给中国的石油，现在被美军的封锁线堵得死死的，一滴也运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死亡螺旋，通胀高企，失业激增，民怨沸腾。去年初伊朗国内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毛拉们靠着血腥镇压勉强压了下去。现在经济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这口高压锅随时会发生极其惨烈的爆炸。作为中共在中东牵制美国经历的最重要棋子，伊朗眼看着就要被川普兵不血刃的给活活勒死了，你让中南海怎么能不心急如焚？如果伊朗的惨状还能用战争不可抗力来解释，那么俄罗斯的处境则完全是拜阿联酋这位刺客所赐。阿联酋这次宣布退出的还包括了欧佩克加这个带着加号的组织，是谁在里面挑大梁？就是那个跟包子弟号称合作无上限的俄罗斯大统领普京大帝。这几年俄罗斯陷在乌克兰和随后的各类地缘冲突里拔不出来，整个国家彻底变成了战时经济，西方的极限制裁把它掐得死死的。普京靠什么维持那架烧钱如流水的战争机器？全靠欧佩克家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只要沙特、俄罗斯、阿联酋这些产油国抱团取暖，坚持减产，就能把国际油价稳稳地拖在每桶100美元甚至更高的高位。油价只要高，普京就能靠着卖高价能源给中国、印度，源源不断地换回大量外汇，用来造坦克、造炮弹。但是现在呢，阿联酋一把将桌子掀翻了。一旦危机稍微平息，阿联酋庞大的原油储备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入国际市场，你们猜油价会怎么走？必定是掉头向下。国际油价每下跌1美元，对普京的国库来说都是一次抽血。如果油价因为阿联酋的大幅增产而出现暴跌，那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俄罗斯财政立刻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可以说，阿联酋这看似为了自身利益的退群一击
等于是在暗地里把普京战争机器的输血管给拔掉了一根。你看，这就是塔尖上那位苦心经营多年的邪恶轴心。本来指望着伊朗在中东搅局，普京在欧洲施压，中共好在亚太地区坐收渔翁之利，甚至幻想着武力收复台湾。结果一场中东乱局打下来，变成了左膀右臂同时惨遭断臂之痛的绝境，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在国际地缘战略上遭遇的最惨痛、最彻底的大溃败。朋友们，透过阿联酋退群这件惊天大案，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加速重构的真实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石油美元体系虽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演变，但它绝不是几个公众号写2篇文章就能轻易颠覆的。只要人民币一天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只要中国还要靠着极其严苛的外汇管制来防止资金外逃，只要中共那个毫无契约精神的集权体制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包括中东那些精明的土豪，都不可能把身家性命全盘压在人民币身上。他们可以用人民币做点买卖，搞点试探，但这只是用来在国际舞台上跟美国讨价还价的天头，绝对不是他们财富安全的主菜。实际上，美国依然凭借着强大的金融实力、军事威慑力和灵活的战略手腕，在掌控着全球的大局。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江峰世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深度剖析听得还算过瘾，请一定要帮江峰点个赞，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深刻探讨。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高见，把视频转发给您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